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中国医大的学生中医学系的陈乃伦老师。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药膏，就是这个紫色的药膏。我相信很多人家里的冰箱里面可能都会有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紫云膏。那同学们有没有听过紫云膏这个东西？有。那通常会拿来干嘛？烫伤，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痔疮。哦，对，这些都可以用到没有错，但它常常都被放在冰箱，所以它其实在台湾最常被人家拿来用的是烫伤。但是如果在家里烫伤，不是一开始烫到就拿它来擦，烫伤有很多什么冲脱化钙送啊，其实最一开始就是应该要冲水，把你的患处先降温，降温到你觉得不会再刺痛的感觉的时候，再来擦紫云膏。好，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紫云膏会用到的材料。那首先，紫云膏最特别的就是它是用麻油做的，因为古代人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椰子油啊、什么油之类的，所以他们就是用身边最常用到的东西，就是麻油。那麻油在中医里面来讲，它是属于冷性的。如果什么小朋友尿布疹，可以回去问你的爷爷奶奶们，小朋友尿布疹他们是直接用麻油擦在他们的屁股，它可以直接有消炎的作用。那我们今天紫云膏用麻油来做，就是用它的消炎的作用。那在紫云膏里面有2个药材，非常简单，一个就是当归。当归相信大家应该都认识它，常常吃药膳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形状的东西，就是当归。那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少见，这个叫紫草。可是紫草膏应该大家也很常听到，因为紫草也是有消炎的作用。那我们今天也会用到紫草。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蜂蜡。蜂蜡这个东西就是让我们的药膏变硬的东西，所以我们用的也是比较天然的这种蜂蜡。那一般你要做的时候，你可能在外面买得到那种白色的什么白蜡、蜜蜡，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做药膏，我们就用这种比较天然的材料来做。接下来我们就来操作怎么做紫云膏。一开始呢，我们先把麻油倒到我们的钢杯里面，因为我们等一下直接用这个钢杯来炸我们的当归跟紫草。所以在家里如果没有钢杯的话，你可以用家里的小锅子来炸它也没有关系。那我们今天麻油用的是120克，当归跟紫草的话各是15克。那这个比例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做调整，没有一定要跟我一样的比例。那等一下比例比较重要的是这个蜜蜡。等一下我们药油过滤完之后，我们要来计算一下这个蜜蜡要用多少。那首先我们就来处理当归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等一下希望它的有效成分可以释放出来多一点，所以我们把它剪得越小片越好。那当然用手撕的是可以的，然后今天就是用剪刀，就是大概剪1公分或0.5公分小段这样进去。反正你剪的越小片，它到时候有效成分释放出来的量会越多。那剩下的部分我们请小帮手来帮我们剪好。那我们就请小帮手帮我把当归的部分剪小片。那另外紫草部分我们也是需要处理的，因为紫草有时候你买回来它会这样一条一条，那我们其实是希望它最好是能这样子一小片一小片。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准备一个厉害的东西，就是塑胶袋。我们就把紫草放到塑胶袋里面，然后我们就用力的去搓揉它，把它搓揉的越碎越好。那搓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这时候如果有压力很大的话，怎么样？捏越碎越好，好不好？大家当成你最讨厌的人在里面，把它捏得越碎越好。因为捏得越碎的话，它等一下做出来的紫云膏的紫草素含量会高一点，那它消炎的成分也会多一点，药效也会好。那平常在家里如果想要做那种效果比较好一点，可以用我今天的配方，因为我今天配方比例是药材量我加多一点，所以它的效果会比较好。那就是大概这样子，把它弄得比较碎一点的。那像这种紫草的品质啊，其实市面上有分非常多种。你如果买到品质比较好的紫草，你其实用塑胶袋这样搓揉过后，你会发现你的塑胶袋上面会不沾满是颜色。
那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是一般般的，所以它没有沾到很多紫红色的部分，但这也是可以用，我们就是用多一点就可以。那材料部分就是处理到这边。那这个当归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已经有把它泡到麻油里面去了。那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用浸泡的方式，是因为当归里面的有效成分是属于有溶性的，所以我们会希望它可以溶解出来在油里面。那待会我们过滤出来的麻油就会是有效果的麻油。那我们现在就先稍微浸泡一下，然后我们要计时大概10分钟。好，我们就计时个10分钟这样。小帮手帮忙弄越碎越好。看得出来同学压力很大，你看盖子都破了，没关系，破了，对，小了一点。同学压力太大，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啦，这样就够碎了。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始用。那这个当归呢，我们已经泡完10分钟了。那泡完10分钟后的当归，基本上它应该是每片当归上面都已经吸饱了我们的麻油。那吸饱了我们的麻油之后，我们再来炸它，它里面有效成分会比较容易跑出来。那待会我们炸的时候，我们要炸到当归的颜色变得稍微有点微微的焦黄色，像炸鸡排那样子的颜色。那我们的当归会全部往上浮起来，那它浮起来就表示说它里面的水分或是它里面有效成分就是都已经被我们炸出来，那它只剩下干干的渣渣。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到卡式炉上面，我们就开始炸它。那因为我们炸这个当归的话，就是最好是要有抽风机之类的，因为这个味道会非常非常的香。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到卡式炉上面，我们就开始炸它。那炸的时候呢，基本上比较建议大家是用中火或小火慢慢去炸它，这样有效成分的话会比较容易释放出来。那你如果一开始火太大的话，它可能就是表面就好像有点焦化，但里面有效成分其实没有炸出来，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就是小火慢慢去炸它这样子。所以一开始就是当归都是沉在底下，然后现在麻油已经有稍微滚了，所以有一点泡泡。那我们的当归差不多就炸好了。那我们为了要让，因为等一下要放紫草进去嘛，那我就先把当归捞出来。那等一下紫草跟麻油之间，它们可以就是接触面积会比较多一点。那平常如果在家里做的话，也可以准备这种有洞的这种漏勺，那这样就可以比较容易把我们刚刚的当归捞出来。那紫草我们刚刚已经有就是请我们小帮手帮我们撕碎了嘛，所以我们就这时候其实建议大家其实可以不用开火，因为紫草素它是会有一点怕热的，所以如果是开火的情况下去炸的话，有可能紫草素就挥发，就会没有效果。所以我们就用，因为刚刚才炸完，所以这麻油的余温其实就够了，我们就慢慢的把我们紫草放进去。那放进的时候其实会提到那个词，你可以来听。就其实余温就够了。那其实可以看得到它的颜色已经有一些红色部分跑出来，这就是紫草的颜色，就是麻油的咖啡色再加上紫草的红色，所以就会变成我们水糕的颜色，红红的这种颜色。可以稍微搅拌一下，大概搅拌1、2分钟，那我们的麻油跟紫草可以充分作用。那我们的紫草也已经时间泡差不多，搅拌的时候要有颜色变成紫红色的时候，那就是可以了。这时候呢，一样我会先用我会先用大汤匙把这些渣渣先倒起来。那大家在过滤的时候，这个渣渣最好不要用塑胶袋装，因为它其实很烫。你用塑胶袋装的话，可能那个塑胶袋会破掉。
那我们先把比较大部分的渣渣捞掉之后，再用这个刚刚就是用那种中药店的铝包袋，然后套在我们的烧杯上面。那我们要过滤之前啊，因为我们等一下知道我们药油有多重，所以我们要先把我们的烧杯称一下，烧杯的空重是多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等一下才知道我们药油是多少。那这个烧杯的话是113克，就请小帮手帮我记起来，113克。那我们就来过滤。好，那过滤完之后呢，我们再称一下，这样是175克，所以175减掉113，那我们请小帮手帮我算一下，这样是多少62。那为什么要称这个药油的重量呢？因为我们来算这个蜜蜡，就是蜂蜡啦，就是其实油跟蜡比例是你可以调整药膏软硬度的关键。那像我平常来做的话，我都是会抓到100克药油里面你放10到15公克的蜂蜡。那今天我们就抓总结，我们就用12.5。那我们请小帮手帮我算一下，那我们今天需要用多少的蜂蜡7.75克。好，那我们就请小帮手来帮我称一下7.75克的蜂蜡。那这边的话，大家其实可以自己调整软硬度啦。如果你觉得现在是夏天的话，你可能希望你的药膏硬一点，那你可以用就是100克里面15克的蜂蜡，这样你的药膏就会稍微硬一点。那今天如果是冬天的话，你就可以希望药膏软一点，就可以用100克里面的药油里放10克的蜂蜡就好。好的，小帮手帮我们完成。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蜂蜡融化。那如果你的药油还是热的话，其实你可以用它剩下余温，就是把它融化就可以。那如果你因为操作时间比较久，所以药油可能已经有稍微冷却，你可以准备一个盆子或是一个钢杯，那里面放一些热水，我们就用隔水加热的方式来让我们的那个蜂蜡融化。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是等我们的蜂蜡融化。那我们刚刚蜜蜡融化之后的药油就在这边，那我们就是趁热把它倒到我们准备好的药膏盒里面。那倒的时候，因为它其实热胀冷缩啦，所以可以尽量把它倒到满一点。当然有点表面张力，其实它冷却之后，其实也是会平平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等它冷却。那等它冷却之后，我们再把盖子盖起来。一定要等它冷却了。如果现在盖起来的话，一方面是它还没有凝固嘛，所以拿的时候可能就会翻出来。那第二部分的话是，因为你这样的话里面会有热气，比较容易会坏掉，所以我们就是等它冷却之后我们再盖起来。那这个烧杯的话呢，因为我们已经有加蜂蜡，所以如果直接拿去冷水里面冲，那蜂蜡就凝固，然后就会洗不起来。所以建议大家清洗这种药膏类制作方式的杯子的时候，最好就是拿家里不要的旧报纸或是一些纸巾，先把里面的蜡先擦干净之后，再来做清洗，这样会比较容易洗得干净。我现在就是等紫云膏凝固嘛，那它需要一点时间。那我来讲一些跟紫云膏相关的东西。那你看它的颜色，它就是紫色，就是它名称的由来，是紫云膏，就是像紫色的云一样，所以它叫紫云膏。那我这边有准备另外一款，那它颜色是稍微比较淡一点点。其实这两款的差别，就在于我们使用的油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影片里面可能闻不到味道，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麻油，其实我们现在周围散布的麻油的香味。今天另外这个颜色比较淡的，我是用椰子油来做的，因为椰子油其实它对我们皮肤消炎是蛮有效果的，所以你可以把我们的麻油改成用椰子油，那做出来颜色就不会那么深，它会是这种比较漂亮的淡的紫红色。那这两个其实做出来的效果是差不多的。那大家可以喜好看你是要用椰子油来做呢，还是要用麻油来做，大家可以自己挑选。那紫云膏刚刚一开始片头的时候讲过，它可以用在烫伤。那基本上我是建议大家是没有流血的伤口，
其实你都可以用。你如果被蚊子稍微叮到，其实你也可以用紫云膏。那一般就是香港脚也是会有人用，就是它其实就是对于伤口，轻微的伤口修复或是消炎，其实它的功效还蛮好用的。所以一般常常就是每个人家里啊什么都会准备一罐紫云膏，就类似万用膏的概念。那这个紫云膏的颜色呢，其实你可以去家里的紫云膏，也可以拿出来看看。就是你可以发现，有些紫云膏可能颜色比较红，有些紫云膏可能颜色比较黑。那其实它只是因为它使用的麻油颜色的差异。有一些麻油它可能没有那么黑，它是有点偏咖啡色，所以做出来的紫云膏可能就不会像这个这么黑。那其实紫云膏只要它也是呈现红色的，那就表示它里面的紫草有效成分都有溶出来，那它就有效果。所以那个颜色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异。完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盖子盖起来。那紫云膏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写一下制作的日期。那建议大家就是放大概1年左右，如果你没有用完的话，就不要再用。那也可以去外面买这种漂亮的贴纸，其实很多手工材料行都有。那我买这个是他已经帮我写好紫云膏的，你可以买就是空白的，这样你以后做什么药膏你都可以自己写上去。那你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写一下今天制作日期。那我们就把它贴上去，就会变成这样子，就整个质感就会就是不一样。那平常如果买像一般外面的人做的，可能是这种透明的罐子，看这两个的差别就会不一样。其实包装还是很重要的，只是包装很漂亮的话，大家看起来就会觉得好像很厉害的感觉。那记得家里面如果有那种紫云膏，不知道是 N 年前做哪一种，其实基本上就可以丢掉，因为你都不知道长了多少细菌。那我们今天这紫云膏，你就可以跟妈妈讲说，我们今天就用这罐紫云膏，那1年之后就要记得把它丢掉。那上面有写日期这样。